家好，我是电脑阿达。那阿达开箱过很多摄影产品，如果要我推荐哪个摄影机拍摄的时候完全没有死角，而且泛用性最广的话，那我一定是推360全景相机。你只要拍照或录影下去，周边的景物一定是360度无死角，全部都会拍到。如果再搭配相关的剪辑软体，事后不管你要做 VR 影片、全景影片，或者是说要事后运镜重新构图都没有问题。而放眼全球一直很认真在经营全景相机的厂商大概就是 Insta360，它也是目前市占最高，然后产品功能最强的厂商。那自从Insta360推出 X3 以来已经快过2年。阿达正在觉得说Insta360现在重心好像转向 Go 还是 S Pro 这类运动相机的时候Insta360就无意间释出一张官宣图，写着 8K 的时代即将来临。这意味着阿达接下来要为大家开箱新产品，就是 Insta360最新推出的全球首款 8K 全景运动相机 Insta360 S4。Insta360 S4 的所有配件就是这些东西。那这台已经是这个系列的第4代。如果硬要算的话，像之前呢还有 Insta360 One RS 1英寸版本，不知道能不能算这个系列里面。这代 S4 在硬体规格上跟 X3 其实差异并不大，但 S4 的体积有比较高，而且机身稍微厚一点，握持的手感会相对比 S3 好一点。感光元件还是使用1/2寸的感光元件， f1.9 的镜头模组，还有6轴陀螺仪，按键跟连接副也跟前代都一样。比较有感的硬体变化是它的萤幕大小由原本的2.3寸提升到2.5寸，观看画面跟移动角度的体感都会比前代更好。那另外就是这颗升级的电池，这一颗拥有2290毫安时的电量，官方数据在 5.7K 30帧的拍摄下，可以拍摄135分钟比前代的81分钟还要长67%。那我们带出门实测拍摄 8K 5.7K 跟子弹时间的画面走走停停的拍摄，可以拍接近2小时的时间。但是因为拍摄 8K 会比较耗电的关系所以建议大家可以再多买一颗电池预备，会相对比较保险。它的麦克风位置也跟前代是在同一个地方，仅有按键的麦克风位置被移到镜头的下方。那这次呢，随和附赠了2个镜头保护盖，它是直接用旋转安装的方式来装入的，而且前一代它是用粘的，那这一代呢拆装都相对的方便很多。平常时再搭配一个矽胶套，其实也是很好用的。此外这次还有另售这种高级的镜头保护镜，它的透光率会比附赠的还好，而且它的材质是使用防刮强化玻璃打造的关系就算用小刀割或者说稍微摩擦到上面都不会出现任何划痕，这一点我觉得相当不错，适合经常拍运动类型的一些使用者来使用。虽说在硬体的规格升级幅度不大，但是画质可说是有一大进步。升级的差异性可以看这张图表，不管是全景相机或是慢动作画质跟帧数方面都有相当有感的一个提升。尤其是全景影片，最高画质直接提升到 8K 30帧也是许多旗舰相机以及旗舰手机才会有的规格。那大家可以看这组 8K 跟 5.7K 30帧的一个对照， 8K 它可以保有更多的细节，而且在事后剪辑也比较有优势。不过现阶段所有设备在拍摄 8K 影片的时候都还是有一些小缺陷。第一8K 影片相当的吃光，所以在夜间跟昏暗环境其实老实讲就不太适合用 8K 拍。那第二它比较容易过热。我们实测在室内放着这样子一直拍 8K 最长拍到30分机器就会显示过热关机，那机身也真的有点烫所以要拍摄 8K 的时候建议还是放在自拍杆上才比较不会有烫手的感觉。那过热这种问题就算是旗舰无反都会有这种现象所以说现在目前拍 8K 还是有它的极限在。不过呢，在升级 8K 画质之后S4 它在白天的拍摄上画质就变得比较扎实一点，但要记得一定要在大白天或大太阳底下拍不然噪点就会相对多一点。那 5.7K 的画质它也提升到60帧，在日间也可以拍摄一些像散步跑步运动的场景，可以让画面看起来更流畅，让许多运动爱好者在白天也能拍摄高画质跟高帧数的画面。同样提升画质跟帧数的还有子弹时间，可以拍摄5K 120帧以及3K 240帧。那既然S4 画质提升到 8K 那就会衍生到一个问题，剪辑。虽然说剪辑 8K 影片电脑需要非常够力才剪得动，不过实际上用 S4 所拍摄的 8K 画质
它在剪辑上并没有想象中那么严苛啊。你可以使用它自家 Insta360 Studio 来轻松做剪辑，也可以透过插件在 Adobe Premiere 上去做剪接的动作。而不管你是在 Insta360 Studio 或者在 Premiere 上剪辑依然可以选择Full Stay 的防手震效果，还有调整视角、拼接优化的处理。那这部分我们就要提一下拼接优化的功能，因为全景相机它是靠前后2颗镜头拍摄画面来加以拼接，所以然后画面多少都有一个接缝的问题发生。那这次的 Insta360 Studio 拼接功能还多一个 AI 拼接，它会利用 AI 计算的方式来修复拼接的一个缝，让拼接的效果看起来又提升一个档次。不过呢，也不是所有场景AI 都能很聪明的把它修复，所以在编辑的时候，大家可以尝试看看哪种效果最好，再去做选择。那随着S4 画质的提升这次可以使用电脑剪辑出的画面平面最高可以导出4K 的画质，那全景最高可以转 8K， 画面能转出的解析度也比 X3 的 1080p 还要高。那如果你不会用电脑剪辑那 Insta360 的 APP 也可以轻松帮你处理这一些剪辑的问题，无痛的剪辑 8K 素材。不会剪片的小白可以直接用自动剪辑的方法，它就会直接帮你出片。甚至有一些喜欢玩酷炫风格的人也可以使用APP 里面的特殊效果来套用，你可以产出一个非常有创意的影片。那在拍照部分这次 S4 最高可以拍摄7200万画素 Pure Shot 的全景照片，在夜间的拍摄下 Pure Shot 能拍出更少噪点，而且颜色更丰富的一个照片。如果你是日常使用照片懒得修图的人我会建议你直接用 Pure Shot 去拍。那对了，大部分我们用全景相机在拍摄录影的时候，都是装在自拍棒上而延伸出去拍的。如果你想要按个录影键你还要先把它收回来才能按下去。那现在呢 S4 它有 AI 的加持，在设定里面可以选择使用手势来启动拍照录影，而且手势的角度非常的全面，不管你在任何角度比出手势，大部分的角度它都能捕捉得到，除非被遮住不过你开启这个功能的时候，画面里如果有其他路人也刚好比拍照录影手势的话，那么 X4 可能会侦测到而停止录影毕竟可以侦测的角度实在是太全面了所以大家在使用上就要稍微注意一下。那还讲到自拍棒Insta360 最引以为豪的就是这个隐形自拍棒功能，在拍摄出来的影片里面你是几乎看不到这支自拍棒存在的。喜欢拍运镜画面的朋友，阿达也建议大家可以另购这支3米的自拍棒，不管你要自拍拍水下画面，还是拍仿无人机的跟拍画面Insta360 S4 它本身就支援了水下10米的防水能力。但是如果你有在从事潜水活动的话，建议可以去买专用的潜水壳，最深可以潜到水下30米。另外如果你是拍 Vlog 的话，收音就相当的重要。那这一代呢，它除了可以外接麦克风以外，S4 也可以透过蓝牙连接的方式跟蓝牙麦克风来连接，如此一来就不需要烦恼接线的问题。好，大家现在看到呢，是我使用 Insta360 S4 然后手持直接录影的一个效果那这边呢，其实风还蛮大的，大家可以看那个旗子风还蛮大的。那大家可以听看，我直接没有别麦克风，这样子直接讲话的效果是怎么样那等一下呢，我会别一个蓝牙麦，然后大家听看音质差多少。好，大家现在听到的是我使用蓝牙无线麦的一个收音效果那这边一样也是风很大，那大家可以听听看现在的声音跟刚刚的声音呢，那两个差距有多大我是觉得内建的音质已经不错但是用蓝牙麦一定更好，那被外界干扰的影响会更小。接下来请大家看一下我们使用 Insta360 S4 所拍摄的各种情景。
总的来说啊，这次 Insta360 S4 啊，虽然在使用上或体验上没有巨大的改变，但是在画质跟拍摄功能上它的提升还是让人相当印象深刻。这一类全景相机的优点就是你不太需要考虑构图走正的问题。比起运动相机来说全景相机你可以随时随地的拿起来就拍。事后你都能用这些全景的画面来进行2次构图跟剪辑处理，还可以快速的添加不同的玩法，可说是相当的多样性。S4 这次升级了 8K 画质、电池续航，还有 AI 功能，都让这款全景相机变得更加的成熟。无论是日常使用或专业拍摄，它都能满足使用者的大部分的所有需求。那这次的 Insta360 S4 它的一个升级呢，可说是再次彰显 Insta360 在全景相机领域的全面领先地位我个人是觉得，如果没有用过全景相机的话，那这一台相当值得买。也推荐给大家参考。我是电脑王阿达，如果喜欢这段开箱，记得帮我按赞、订阅与开小铃铛。有任何意见，欢迎在下面留言。我们下次影片见，拜拜。